那么我们这里可以去创建一个平台，所有的游戏里面的机关，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新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在 Entity 之下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叫做 Traps， 一个代表游戏内部的机关。那么我们需要设置的第一个机关可以是一个在平台跳跃游戏里面非常经典的，当你踏在它上面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若干时间的延迟到了之后呢，它会落到地下。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应该如何实现。大家好，我是老李，欢迎来到老李游戏学院。在正式开始视频之前，依然是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知识星球。那么在知识星球这个网站或者是 APP 上面搜索老李游戏学院就可以加入进来，成为老李的铁杆粉丝。这里也要特别的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老李的支持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转发、投币和关注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好，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教程。创建一个新的场景，这个场景就叫做悬浮平台。添加一个脚本之后呢，我们看这个悬浮平台它需要哪些内容。首先依然是所有在游戏里面可见的内容，是不是都需要一个精灵子节点呀？我们选择这个悬浮平台，它对应的纹理在当前这个位置我们找一下悬浮的平台。这个平台我们默认就让它开启因此我们可以给它提供一个这个它代表的是4个精灵。那么我们要设置一下之后，我们可以给它再加一个 Animation Player，或者我们直接简单一点吧，修改一下它的类型，将它更改为一个动画精灵节点之后呢，直接添加一个新的动画状态，让这个动画循环的播放，并且呢默认的自动播放，这样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呢，我可以给它添加一个 collision， 这里我们把它做成一个钢体，可以吗？思考一下，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钢体的效果。这样呢，当有任何一个游戏对象进入我自身内部的时候，我就让它钢体的效果生效，这样呢它就会落下它受到质量的影响就会落下。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它的副节点、根节点改一个类型将它的类型改成一个物理体，一个钢体。那么一个 2D 的物理体，一个 2D 的钢体需要一个 collision 作为子节点，我们先加上这个 collision， 描述的是当前这个钢体的范围。调整一下可以把这个一个钢体的氛围这样就做好了。另一方面，我需要让他知道当玩家和他发生交互的时候他才会产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效果。因此我们需要给他添加一个 Area 2D 节点，这个节点我们给它添加一个子节点，依然是一个 collision， 我们直接还是用一个矩形吧，设置这个矩形的颜色，把它做到整个的平台的最顶层，这样只有当玩家从上侧触碰的时候才会触发这个效果，这个是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好，回到这个位置，给它的类型改一下，改成一个 2D 的钢体，把它摆放到我们这个关卡1里边，直接摆放在这儿。那么它实际上在游戏里面会有问题，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你发现游戏刚开始运行，我们玩家还没有踏上这个平台，它就已经落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钢体，它受到了重力的影响。那么因此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让它默认的情况下，它的这个钢体的效果是失效的。这个属性呢，表示如果这个属性为 true， 那么这个物体被冻结，不再施加重力和力。我们先运行这个游戏当我现在改变这个属性之后，那么这个平台现在它不会动了，可以上它身上吗？发现好像也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设置这个钢体所在的物理层级，我们要给它设置一个符合它的物理层级，选择它所在的物理层，可以让它在第2层，因为我们玩家是对第2层和第3层感兴趣的。那第2层呢，是我们通常的墙面的这一层，第3层则是单向平台的层我们需要带着大家复习一下。那在这里可以让它属于第2层，那么它下面的这个 Area 2D 节点我们也要设置它的 collision， 那么它所在的 collision 可以是第2层，我们可以看一下游戏里面实际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到这个位置，新建游戏，到这块我能踏上来，但是呢没有其他的效果了，对不对？回到代码里边，当我这个 Area 2D 有任何的 body 进入它当前范围的时候，我们先不做其他的处理，我们先让它打印，将这个方法名打印出来。那么我运行看一下能不能触发这个方法是可以触发这个方法的，看到了吗？ OK， 那就证明我们不需要修改其他的内容了。回到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来实现我们希望的逻辑。那么通常来讲，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希望玩家在踏上这个平台之后，若干秒的延时之后会下去啊，所以呢，这里我们实际上可以这样设置它为 true， 但并不是立刻设置，而是呢有一个延时，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定时器，这个定时器需要获取我们当前的场景数，然后创建一个 timer， 可以是一个 0.5 秒钟的时间，它就 time out， 获取这个 time out 的信号，什么时候这个时间结束了，我们继续向下执行，这样是可以实现的啊，带着大家看一下。有那么一点尴尬啊，它没有实现，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给它设置的应该是否，这里刚才有一个失误，回来落下去了，是不是？好，那这个证明是可以的。还有另一种方式呢，是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train 对象，尽管 train 对象一般来说是用来实现我们的补间动画的，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让它处理我们的属性的修改。改变我当前自身的这个 phrase 属性啊，将它改为否啊。经过 0.5 秒的延迟之后，将它改为否。我们来试一下这样一种方式，可不可以？啊，也是可以的。所以呢，这是两种实现延迟操作的方式，这里呢也是给大家讲解一下。OK， 那么这样一个平台的效果我们就实现了，可以在当前的关卡1里边，我们多添加几个平台。和刚才的这个水果一样的，因为平台本身很多，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Node 2D 节点将其整理到一起，添加第二个，拖一下，1、2、3、4，第5个，好了，那么延时滑落的陷阱效果、平台效果就实现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如果你觉得这一期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啊，你觉得老李的视频有所收获的话，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投币啊，欢迎一键3连，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充电，谢谢大家。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大家加油！